嫁衣染血，不祥之兆。这场梦难道是真的？嫣然为陆家生下了长子，陆家自然不能薄待。苏青洛，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？是你受不住这样的福气。姑娘，快，帕子母住！您为这件嫁衣熬红了眼，这可怎么好？不绣了，去经济首饰铺多封银子给车夫，立刻走。小姐，陆少爷怎么跟柳家表姑娘在一起？去隔壁。今天挑的金簪喜欢吗？放心，同苏青洛成亲后，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那你今晚还来外室那儿找我吗？青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听我解释。陆衍，我们退亲。哪个奴才这么不懂规矩，在这儿挡本座的路？回衡三爷，是二房的苏姑娘不小心崴了脚，不是故意冲撞，求三爷开恩。三爷，这不合礼数。穿着，谁欺负你了？这扳指，三爷竟戴了6年。三爷为护我受了刀伤，这枚水绿玉扳指是青洛的谢礼，多谢三爷关怀，并无他人。只是青洛不小心崴了脚。崴了脚能哭成这样？今日雨大天寒，一时失了态，叫三爷见笑了。三爷，雨大，您的官袍湿了，快回轿子里去。你先走，在这陆府，本座既已回来，便没人能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那多谢三爷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当今首府大人，咱陆家的庇佑者衡三爷回府了。谁要是敢在这期间出半点差错，可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这伞和披风千万收好了，别让人瞧见，免得生出事端。姑娘放心，奴婢一定藏得严严实实的。只是三爷刚才在雨里看您的眼神，可一点都不像要推开您的样子。陆恒之，那个曾为我挡下利刃的少年，如今已成了权倾朝野的首辅。他虽庇佑陆家，却也叫陆家上下无不战战兢兢。紫渊，你说他既然戴了那枚扳指6年，是不是还记着当年的那点情分？奴婢瞧着三爷是个念旧的人，方才那伞他竟是大半都遮在您这边。青罗，开门！方才茶楼的事当真是误会，我是来向你赔罪的。陆少爷不是在陪同僚赴宴吗？何必来我这儿费唇舌？怕你挂念，我特意先回来解释。你我定亲多年，难道这点信任都没有？我身子不适，已经歇下了。陆少爷请回。若再吵下去，惊动了前院刚回府的那位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偏偏是这位煞星这时候回来。那你好好歇着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查得怎么样了？回三爷，查清楚了。今日苏姑娘亲眼撞见陆衍少爷和柳家嫣然姑娘私会，陆衍还动用了苏家的银子给柳姑娘买金簪。陆衍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苏姑娘方才回院子时，瞧着伤心透了，在那窄巷里哭了好一阵。去查，苏姑娘中午可用过饭？回爷的话，苏姑娘回府后便一直待在房里，想来是没心思传饭的。她身子弱，淋了雨又不吃饭，存心糟蹋自己。去厨房让他们调一碗姜汤，再寻个懂金陵口味的厨子，蒸一碟鸡汁包子送过去。鸡汁包子那是金陵的特色，府里怕是寻不到，便去外头买。务必让苏青洛吃上热的。小的这就去。这糕点太甜了，吃着反胃。姑娘今日折腾了大半天，午饭也没用，多少再吃2块垫垫，别伤了脾胃。没胃口。紫渊姐姐在吗？衡三爷差我来给苏姑娘送些东西。衡三爷，他为何会送东西来？宋文说，三爷特意嘱咐姑娘淋了雨，用1碗姜汤吃一碟鸡汁包子，再好不过。来京城6年，再没吃过正宗的鸡汁包子，他竟知道我爱吃这个。还是当年的味道。走吧，去舅母那儿。姑娘，不等明日天晴再去吗？衡三爷刚回府，所有人的眼珠子都盯着前院那位大佛呢。趁现在没人注意到2房，正好把这门亲事断得干干净净。这月拨给宫里的打点费要2万两，俨儿前程又要5000两。若非苏青洛这丫头带回来的金山银山撑着，永顺伯府这空架子早塌了。
真是个活财神。只要他进了门，那50间铺子和30万两现银就全是永顺伯府的了。夫人，苏姑娘来了。青洛，快来，我正念着你呢，快坐下，帮我瞧瞧这几处庄子的账目。跟着我学学掌家，等你嫁给眼儿，我也好早日把这些庶务撂给你，享享清福。夫人辛苦，青洛今日来有一桩事要同夫人商量。什么事这么郑重？我要同陆衍退亲。好孩子，是不是陆衍那皮猴惹你生气了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狠狠教训他。今日我在金记对面的茶楼，亲眼瞧见陆衍与刘表妹举止亲昵。陆衍既然心有所属，我也不愿做那棒打鸳鸯的恶人，不如成全了他们。表妹，那不过是兄妹叙旧，许是动作大了些。青洛，退亲是动摇两家根基的大事，你容我查个清楚，明日定给你个公道。那我便等着夫人。映月，去，不管陆衍在哪，立刻把他给我锁回来。夫人一贯是个笑面虎，戏演得不错，可惜我不信。坏了，香囊，阿娘临终前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绝不能丢了。两位妈妈玩自己的，我落了东西在屋里，自己进去寻，不必惊动夫人。苏姑娘自便，这往后都是您的家，谁敢拦您？你这没出息的东西，我不是叮嘱过你，等苏星洛过了门，你想纳谁都行，不要现在让他撞见。你真想把那30万两现银做没？我不过是陪嫣然逛逛街，谁知他今天突然转了性子，非要出门。昨晚我都拉下脸亲自去他门口赔罪，他还不见我，真当自己进了陆家的门就是什么正经主子了。闭嘴！他不见你，你就明天去跪着，跪到他心软为止。拿到苏青洛的家产，就够我们永顺伯府上下吃一辈子了。知道了，苏青洛那性子最是单纯好骗。明天我带2句好听的，他那软骨头准能回头。单纯，好骗。青洛，这陆府虽大，却总归是寄人篱下。你放心，等成亲后，我定会辟出一间最暖和的院子，只有你我2人，绝不叫你受半分委屈。原来这一切不过为了30万两银子。夫人，药温正合适，我替您试过了，不苦。这是给陆少爷的荷包，针脚乱不得。这是南边刚送来的，夫人身体刚好，摆在您屋里最合适。不眠不休的照料，一针一线的缝制，我把他们当成最后的亲人，他们却只拿我当待宰的肥羊。爹娘，女儿好想你们。若是你们还在，青洛何至于要把他们当依靠？怎么又在哭？不知三爷在此休息，青洛失礼，这便告退。站住！本座问你，为什么又哭？三爷若是无事，青洛先告退了。怎么又是崴了脚？三爷，您方才在席上用了不少酒，先喝碗醒酒汤。苏姑娘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去外头守着，方圆10丈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三爷从不近女色，今日竟为了苏姑娘破例至此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上来。那你是要我下去？陆衍欺负你了？不愧是权倾朝野的首辅，他竟然一眼就猜到了陆衍。三爷说笑了，并无此事。说出来，我替你做主。三爷是陆家的上位者，我若直说，只会让他觉得我不懂事。真的没有。你不信我？青洛不敢。那便试一试。当真无事，青洛只是有些想金陵的家了。夜深了，回去吧。三爷，这灯……路上黑，拿着。姑娘醒了，昨夜拿了三爷的灯回来，奴婢一整晚都没敢睡踏实，总觉得这府里的风向要变了。变了才好，死水微澜，只会让人溺死在里头。随我去给老太君请安，听说他昨夜受了凉，我总是不放心的。青洛，快别忙了，昨夜那冷雨下了一宿，你睡得可还安稳？青洛都好，倒是老太君，是不是昨儿贪凉多看了会儿花，
叫青洛瞧瞧，这额头还烫不烫？你这小皮猴，到牌前期我来了。母亲，您可得快些好起来。青洛大婚在即，还得指望您给长眼呢。等青洛嫁了眼儿，往后生了重孙，您还得费神照看。那时候你想躲清静都难了。柳夫人这样急不可耐，无非是想把这门婚事盯死，好名正言顺地吞了我的家产。青洛，眼儿在屋里等着呢，她知道错了，你听她分说几句。苏妹妹，之前是我鬼迷了心窍，原是我该死，你莫要再生气了。苏妹妹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寻来的兰花糕姐，就如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，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这些年陆少爷竟不知我不喜兰花，唯爱牡丹，也不知我不爱玉石易碎，只爱金银坚固。原来这些年是我自己蒙蔽了双眼。苏妹妹，别生我气了好吗？我是瞧着柳嫣然可怜，才带她去首饰铺子挑个簪子。你放心，我只想娶你。这就对了，眼儿不过是一时糊涂。青洛，你大方些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就快是一家人了，哪有天天吵架的理？苏青洛，你失心疯了吗？可惜我不想嫁你。陆少爷既然心疼柳小姐，青洛愿意成全，这门亲事今日非退不可。苏姑娘，老太君的身子骨你最清楚。当初你孤身一人投奔陆家，若非他老人家执意护着你、宠着你，你哪能有今日的体面？大夫说了，他若能熬过这冬，便还有1年；若熬不过，怕就是这个月了。好孩子，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了你去。在这冰冷的陆府，只有老太君是真心疼。柳夫人拿捏住了我的命门，她算准了我绝不敢拿老太君的命去赌。既然知道老太君病重，夫人更该倾心礼佛替她祈福，用她的病体来逼我就范。这就是夫人所谓的陆家未来，我看这才是真正的大不敬。哼，牙尖嘴利，我这是为了陆家的体面。你若非要在这时候退亲，气坏了老太君，你那董氏的名声便全毁了。一个背负客司长辈恶名的女子，即便有苏家的万贯家财，这天下还有谁敢娶你？夫人是想告诉我，我只能在名声和老太君的命里选一个。姑娘可以慢慢想，陆言已经知错了。大婚前我不许他再出门，让他日日陪着你。这门亲事，你即便不为自己，也得为老太君忍下去。好，既然夫人要把孝字压在我头上，那我便受着。但我劝夫人一句，这路还长。今日你拿老太君的命来堵我的嘴，来日可千万别求到我头上来。三爷，二房那边拿老太君的命压着苏姑娘，婚事暂时还没退成。他求饶了还是答应了？没有，听守门的婆子说，苏姑娘半点没退让，言辞犀利的很，倒把柳夫人气得心口疼。可苏姑娘出来时眼眶是红的，她是个聪明人，知道硬碰硬只会伤及老太君的寿数，所以她在忍。那咱们要不要帮一把？再等等，本座要她看清这陆府的牛鬼蛇神，然后亲自开口求我。姑娘，您看这些做什么？看了只能徒增烦恼。那柳夫人现在连演都不演，明摆着是要拿老太君的命逼您吞了这口恶气。这些地契和银子是我父母一辈子积攒的心血，不是给那对母子拿去打点前程中饱私囊的。陆衍不是良人，我若再陷在这些虚情假意里，迟早会被他们剥皮抽筋。可眼下老太君身体不好，府里是柳夫人掌家，咱们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。这陆府的天，不是柳夫人能遮得住的，能压死二房这股妖风的，只有前院那尊大佛。紫渊姐姐，恒三爷差我来取回那日借给姑娘的琉璃灯。三爷说姑娘伤了脚不便走动，东西交给我就好。去，把东西拿来。姑娘，您真打算求那位？他可是杀人不眨眼的。在这陆府，与其被贼人吸干血，我宁愿去求那尊活阎罗。苏姑娘，这等小事怎么亲自出来了？三爷的东西贵重，青洛自然要亲自送还。东西在这儿。这盏灯芯虽熄了，但青洛一直妥善保存。灯熄了可以再点，心若是冷了，拿什么来捂？青洛斗胆，敢问三爷，当初在大雨中，三爷说若有人欺负我，您便能为我做主，这话可还作数？我赌他那枚戴了6年的玉扳指，赌他对他护过的陆家姑娘还有一分情面。陆少爷是这陆府的孙辈，柳夫人更是如今的掌家人。苏青洛，为了退亲，你要把本座推向陆府二房的对立面。只要三爷肯援手，苏家那50间铺子的商路，还有这京城1半的绸缎供应，青洛愿悉数双手奉上，只求三爷庇佑。我要的可没那么便宜，只要不违背伦理道理，三爷想要什么，青洛绝不推辞。你既想退亲，管他什么缘故，我定叫你如愿以偿。青洛，这螃蟹醉是南边刚运回来的，极是鲜美。我知道你自幼体恤，特意让人多加了暖胃的生姜，你尝尝。你们瞧瞧，
陆少爷这一颗心都扑在苏姑娘身上了，连剥壳这种事儿都舍不得让她动一根指头。陆少爷这番心意，青洛领了。只是你我相识6年，陆少爷竟不知我天生对寒性之物过敏，若是吃了这肉，怕是不到半个时辰就要送命。青洛，眼儿也是急着讨你欢心，一时忘了禁忌，连性命攸关的禁忌都能忘，这陆府的福气，青洛真是不敢深损。老太君，你怎么了？老太君急火攻心，导致经脉淤阻，若3日内不能苏醒，怕就真的不好了。都是你！若非你刚才非要置气，何至于气着了老太君？夫人说话要有证据。大夫说了，老太君这是挂念后辈婚事，明日你便与陆衍完婚，全了老太君的心愿。苏妹妹，为了老太君，你就认了。好一个报恩！你们想在病榻前逼婚，图谋苏家产业，那我今日便奉陪到底。民女苏青洛欲与陆衍退亲，恳请三爷为民女做主。三爷面前也敢胡闹，还不快给我嫁走！慢着！三爷息怒，苏姑娘受了惊吓，言语无状，下官这就带她走。陆佑，本座在屏风下坐了半个时辰，听到的尽是些逼迫姑娘、谋夺家产的安撒事。你口口声声说待她不薄，那她这满身的委屈，难不成是本座看花了眼？三爷，这都是家事，陆府的家法一向严明，妾身自会处理。虽是家事，但既然苏姑娘求到本座这个首府面前，我便没有不管的道理。更何况6年前是我从金陵护送她来京城的，她叫我一声三爷，我便要护着她的清白。她若受了委屈，本座自然要替她做主。首府大人跟苏姑娘竟有这样的渊源，我头回见首府大人这么护着谁，二房完蛋了。给苏姑娘搬一张凳子，搁在屏风旁。三爷，他一个小辈，坐着说话成何体统？既然要审，便要审得清楚。苏姑娘身子纤弱，若是跪晕了，谁来替本座把这真相说个明白？民女谢三爷垂怜。苏姑娘，你且坐着，这二房欠你的账，本座今日赔你一笔清算。三爷明鉴，几天前，民女在福记茶楼亲眼撞见陆少爷与柳家小姐在包厢幽会，两人耳鬓厮磨，言辞中显见早已往来许久。你这是胡说！我与嫣然表妹只是叙旧。苏青洛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陆衍，让苏姑娘把话说完。当日回来，我便向夫人提出退亲，但夫人推辞，说退亲不是儿戏，要查清后再议。民女本愿相信夫人，可谁知就在民女折返寻香囊时，亲耳听到夫人在屋内与陆少爷讲，人也要忍到婚后。听闻苏家当年可是金陵首富，富可敌国，怪不得柳夫人死活不肯退亲，原来是盯着人家那点嫁妆，当真是吃相难看。夫人当时的原话是：你知不知道她的嫁妆光现银就有30万两，娶了她才够我们二房一辈子吃喝不愁。你撒谎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说了这话？那是你故意听跸脚编排长辈。30万两，这笔账算的可真是不错。你平时教导内子，便是这么个教法。此等虎狼之门，我苏青洛绝不会嫁。刚夫人提的冲喜，便是想在大婚前彻底定了苏家的印信。冤枉啊，三爷！青洛，你怎能如此污蔑长辈？这婚事是老太君定下的，俨儿是一心爱慕你，你怎么能为了退亲编出这种不要脸的谎话？我若是觊觎你的嫁妆，就叫我不得好死！陆少爷，既然你母亲说你一心爱慕苏姑娘，那你且说说，为何会与柳姑娘在茶室共处一室，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，甚至连柳姑娘的领口都乱了？三爷明鉴，那日柳表妹是因家中变故，一时伤心欲绝，站立不稳，我只是顺手扶了一把。是嫣然不好，是我在茶楼里不慎冲撞了陆少爷。夫人，您要怪就怪我，陆少爷是一心念着苏姑娘的。大人您瞧，这就是个误会。青洛向来稳重，想必是关心则乱，才生了这些妒意。误会，陆少爷与其在这儿编排谎话，不如解释一下。给柳小姐买金簪的那200两银子，是从苏家哪间铺子的账上支的？青洛，即便我一时记错了账，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。这些年，我往你院里送了多少奇珍异宝，西洋的香料、玲珑的玉簪，还有那大片大片的兰草。我若对你无心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陆少爷送的东西确实不少，
难不成真是苏姑娘多心了？奇珍异宝，陆少爷送的东西确实堆满了我的库房。你送了6年，不如当着三爷的面说说我究竟喜欢什么。你自然是喜欢兰花的，还有那温润的软玉。你之前不是总夸那块羊脂玉佩好看吗？陆少爷，你记错了，喜欢兰草的是柳小姐，爱藏软玉的也是柳小姐。6年来，你送了这么多东西，却没一样送进我心里，因为你的一颗心从头到尾都长在柳小姐身上。你拿我苏家的钱，全了你陆少爷的情，如今还要我感恩戴德吗？小事，连苏姑娘的一个喜好都说不出，也敢在本座面前谈情。我千里迢迢从金陵护送回来的人，难道就是让你们在这深宅内这样联手欺负的？宋文，带上来。伙计，你抬起头来，看看这厅里坐着的、站着的，可有你眼熟的贵客？回三爷，回苏姑娘，这位陆四少爷是小店的常客。常客？他去你们那儿是一个人，还是带着女眷？陆少爷从未一个人来过，每次都带着一位娇滴滴的小姐。那天字号包厢是陆少爷常年包下的，算来也有2年光景。哪怕是上个月大雨，两人也未曾断过往来。谁给你的胆子在这胡说八道？三爷，这伙计定是被人收买了。收买？陆少爷，茶楼的账本上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讳，每一笔打赏，每一壶好茶都有记录。难道那账本上的私印也是别人刻了去陷害你的？陆言，你若觉得这伙计说的不够细，本座不介意让宋文去把茶楼的老板、厨子，甚至那日伺候的丫鬟全部提到这公堂之上，让他们一个一个当众说给你听。陆佑，证据确凿，这婚事今日作废，你可有异议？是下官教子无方。既然如此，这婚事就此作罢，断不可再提。婚事可以作罢，但苏姑娘刚才口口声声说我贪图嫁妆，此等毁我名节、污蔑长辈之事，又该怎么说？若是拿不出证据，苏姑娘今日便是拼着名声不要，也得给我这个长辈磕头认错。要是院子里的人绝不会为我作证，这下糟了。名节，二夫人对苏姑娘的嫁妆当真是毫无兴趣？那是自然，我陆府二房还没穷到要靠外人那点家底过活。好，既然夫人说与毫无兴趣，那这些年苏家50间铺子的盈利，夫人为何迟迟不肯入我苏家的账，反而全进了二房的私库？我那是怕你年纪尚轻，管不住底下那些奸猾的掌柜，才特意替你暂且收着。本想着等你大婚那日，再一并作为天庄还你。既然二夫人不贪，那本座便替你省了这份操了。宋文，即刻带人去二房账房，将属于苏姑娘的那50个铺子地契，连同这6年的红利账目悉数收回，当面交还给苏姑娘。50个铺子，这么多，这还叫不贪？难怪死活不肯放手，合着是把人家当摇钱树使了。三爷，那铺子那是老太君托我代管的。如今亲也退了，无需你代管，1月之内交割清楚。若有半点差池，本座便请大理寺来查一查这6年的亏空。他不仅帮我退了亲，还拿回了母亲留下的铺子，甚至在保全我的名节时，连后路都替我算尽了。这份情，我该如何还？可还有事？多谢三爷为青洛做主。既叫我三爷，何必行此大礼？有没有事？没事，想来是熬了一夜，加上今早没用饭，气虚了些。三爷，等会儿让宋太医一并帮你瞧瞧。走吧，去老太君屋里候着。庞三爷一向清冷自持，身边从未有过女眷，今日怎么……里头都是女眷，你进去便是。三爷，今日之事，青洛铭记于心，感激不尽。老太君那儿离不得人，青洛先进去了。宋太医，老太君这脉象可稳了？姑娘放心，已过了最凶险的时候，今明2日便能醒来，只需悉心调理。好孩子，你在这儿守了半宿，受累了，去偏房洗把脸歇歇，这儿有我。辛苦钱夫人，那我先回去。劳烦宋太医帮那位姑娘瞧瞧，她方才晕倒了。多谢三爷，我只是气虚。姑娘莫要推辞，顺手而已。请。姑娘忧思过甚，导致急火攻心，多休息，服几天安神药便无大碍。不敢不敢，姑娘要谢就谢那所托之人吧。如何？已无碍，我先下去了。方才多谢三爷，
旁人在时你倒是有理，怎么只有我二人时，你便不敢开口了？我方才只是一时情急，忘了称呼。那下次记好了。是。三爷，您这一宿没吃东西了，先垫2口。先给苏姑娘。三爷，你也……那多谢三爷。用完饭便休息，不必再操心别处。京城缺水，他竟特意为了我寻了这么新鲜的鱼。这京城虽大，能做出地道金陵味的厨子可不好找。三爷这份心意当真难得。许是他在金陵历练过，也惯了这个口味，顺手赏了我。他平日里杀伐果决，竟连这等细枝末节的喜好都记在心上。姑娘，老太君那儿还没醒，您先歇会儿，晚些还得过去。老太君，您醒了。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小心烫。多谢三爷。我这病竟惊动了三爷哭守在这里。老太君有急，晚辈前来侍候本是分内。三爷守了一夜，该累了。青罗，替我送送三爷。三爷路上当心。还怕我？不，非是怕三爷，只是方才内侍之中，青罗失了礼数。无妨，是我不慎。月娥，守住门口，不许靠近。青洛，陆恒之此人心机极深，他守我1天1夜绝非寻常。你在府中千万莫要得罪他，更不能离他太近。青罗，记下了。方才前世为何偏偏点名让你去送他？难道钱夫人看出了什么？三爷他对我到底藏了什么心思？你倒是还有心情折花。做错事的人被罚了家法，我这受委屈的人为何不能折花散心？你不过是个商户之女，离了我陆野，你真以为能寻到什么体面亲事？陆少爷与其操心我的归宿，不如多读2本书，免得明年春闱依旧榜上无名。走吧，去大夫人院里。三爷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青洛，快来坐。钱夫人，青洛奉老太君之命，送这对羊脂白玉镯来，谢您连日操劳。这是刚折的，请钱夫赏玩。这花挑得极好，三爷替我插进瓶里。三爷这手艺倒是不错，青洛留下来用饭吧。老太君那儿离不得人，青洛先行告退。小姐，我肚子闹腾得紧，快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三爷，你实说，你对青洛是否有意？我看你对她关心得很。钱夫人慎言，我与苏姑娘绝无男女私情。是啊，三爷可是首辅，怎会看上我这寄人篱下的女子？这双鸳鸯我曾嗅到指尖流血，如今看来，当初有多用心，现在就有多可笑。姑娘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烧了这些烟杂气，往后定能寻得真正的良人。良人，这陆府之中只有算计。既然三爷在那墙根下亲口断了念头，我苏青洛也绝不纠缠。紫渊，取红纸礼单来。我不喜欢欠人情，既然没那个缘分，就把这救命的恩情用银钱还个干净。将这些东西送去前院，就说多谢三爷救命之恩。礼送到了，我与三爷之间便彻底划清界限，从此互不相欠。姑娘，这礼是不是太重了些？这可都是苏家压箱底的宝贝。首府大人位高权重，轻了他定是看不上的。只要能两清，这些物件算得了什么？他没收。三爷正在书房看折子，连礼单都没接，只说。三爷说，苏姑娘的家产富可敌国，这些宝贝还是留着给你家姑娘当嫁妆吧。当嫁妆？他是怕我赖上你，所以连这最后一点谢礼都不屑收吗？陆恒之，你救我护我，却又如此轻而易举的羞辱我。你既然想撇得干干净净，好，我成全你。将东西锁回库房，从此往后我们过自己。现在苏青洛那死丫头把50间铺子的红利全掐断了，咱们二房这几个月的开销全是挪借的，再不想办法，陆家的脸面都要被撕下来丢进护城河了。母亲，苏青洛现在背后有三爷撑腰，他手里那些地契印玺，咱们碰都碰不到。陆少爷，我听闻苏记商号的几个老掌柜已经在路上了，等他们一到，苏青洛把账目彻底理顺，咱们挪用公款的那点烂账，可就真的要捅到大理寺去了。那就让他查不了。眼儿，若是苏青洛在外面出了意外，比如被山匪劫了，你说老太君还会把苏家交回一个废人手里吗？到那时，他是死是活，还不是母亲一句话的事。吴妈妈，你在老太君身边伺候了30年，说话的分量你是知道的。夫人放心，老太君这可己久治不愈，正是心烦意乱的时候。只要老奴稍微提点一句，说碧云山庄的温泉水能续命回春，他老人家定会动心。不仅要他动心，
还要让苏清洛那个孝顺孩子亲自陪着去。老太君慢些，这药里加了蜜炼的川贝，不苦的。清洛啊，我这身子我是知道的，这几日总觉得胸口闷得像是有团浊气散不出去。老太君这是在屋里闷久了。奴婢听说京郊的碧云山庄那儿饮的是活泉水，空气清鲜，最是养肺。前几日工部尚书家的老夫人去了，回来后连咳疾都好了大半呢。姑娘，吴妈妈说的也有理，老太君这病就是忧思过重，换个宽敞景色好的地方，说不定心情一开，病就退了。青洛，钱夫人最近忙着操持家宴，柳氏又是个不安分的，你若是能陪着老婆子去住上几日，我这心里也踏实。既然老太君想去，青洛自然舍命陪君子。只是咱们得先让三爷拨一队精锐护卫跟着，万事以稳妥为上。好，还是青洛疼我。如何？老太君那边松口了没有？苏青洛可答应要出府了。回夫人，老太君已经应下了，正吩咐月娥收拾行囊呢。苏姑娘最是孝顺，说是要亲自陪着老太君去碧云山庄，在那儿祈福住上几日。碧云山庄好地方，那里地势偏僻，林深路杂，只要设法把陆恒之派去的那队护卫引开，苏青洛就是插了翅膀，也飞不出本夫人的手掌心。你先下去吧。母亲放心，我已经联络好那边的江湖路数，都是些拿钱办事的狠角色。只要苏青洛在山庄里落了单，我们就立刻动手。苏姑娘，救命啊！城西苏家的锦绣坊突然烧起来了！你说什么？锦绣坊存着苏家今年所有的贡缎，守卫森严，怎么会烧起来？是有人恶意纵火，掌柜的为了抢出地契，被压在房梁下了。他手里死死攥着账本，说只肯亲手交给姑娘。紫渊，去叫三爷给咱们的护卫投礼。姑娘，伙食不等人，护卫都在外教校场，等叫了人，掌柜的怕是早成灰了。别院后门停着马车，小人带您从小路下山，半个时辰就能到。带路。这不是下山的路，锦绣坊走水是假，引我出山庄是真。陆岩给了你多少钱？苏姑娘确实聪明，可惜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。这小娘子长得真不错，上头交代人随我们兄弟处置，交给你们了。苏家能成首富，靠的可不只是银子。想要我的命，你们也得留下几条狗命垫背。三爷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还没塌，天快塌了！城西苏家的锦绣府突然起火，半条街都烧着了。柳家的人来报说，苏姑娘在去救火的路上失踪了。失踪？碧云山庄到城西只有一条路，他带去的那队护卫是死了吗？回三爷，半路有另一批死士纵火劫道，故意将护卫引开了。苏姑娘坐的那辆马车被赶进了后山，属下救援不及，请三爷降罪。去调省兵马司，封锁京郊所有路口。备马！既然柳氏母子想玩命，本座今日就让二房彻底出面。三爷，山路湿滑，咱们的人已经把碧云山庄围了，您先去避雨。滚开！苏青洛，你最好给本座撑住。陆恒之，你不是说陆府没人敢动我吗？你在哪儿？别爬了，苏姑娘，这荒山野岭的，首府大人现在怕是忙着救火呢，谁来救你？哪怕是死，我要拉你们其中一个陪葬。把这方圆10里搬过来，哪怕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苏青洛给本座找回来。若他损了分毫，在场所有人提头来见。三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不许收回苏家的铺子。苏青洛，你命都没了，还要铺子？给本座好生活着。只要你活下来，本座把这世间的奇珍异宝都送你玩。三爷，别过来，这香不对，我……本座知道，此香名为春晓，乃是江湖下九流的手段。苏姑娘，你需自持。我知道，我自会不劳三爷费心。不劳费心？若非本座恰好在此，你此刻早已是后山的一具枯骨，或是那泼皮口中的谈资。苏姑娘，你平日里的聪明劲儿都用去绣花了。那是柳夫人的阴谋，我已尽力周旋。若非锦绣坊火势危急，我断不会落入圈套。一个商贾之家的锦绣坊，比你的命还值钱。这天下财帛，在本座眼里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你却为了几卷账簿，将自己陷于这万劫不复的境。苏家的东西，我一分一毫都不能丢。三爷这种出身高门的人，自然不懂寄人篱下的艰难。寄人篱下，陆府随身，本座即开了口保你，谁能动你分毫，是你自己从未真正信任过本座。三爷，
你莫要胡思乱想，在此待着，本座去取解药的堂姐。三爷，为何？苏姑娘，你只需记住，你是陆家庇佑下的人，只要本座在位一日，这天下的脏东西便进不了你的身。姑娘，你吓死奴婢了！药煎好了，为他服下。子元，你身为贴身丫鬟，护主不力，回府后自去内务处领20戒指。三爷，子元是为了去搬救。在陆府，规矩便是规矩，没保住你便是他的罪。吃过东西早些睡，本座在隔壁，谁若再闯，不必留活口。三爷，苏青洛失踪整整2个时辰，你竟然直接把她带回了你的私人住屋，这孤男寡女，若是传出去，她这辈子就完了。钱夫人莫急，碧云山庄方圆10里已被封锁，今夜除了本座的暗卫，没人知道她在那儿。那也要有个名目，你这样越俎代庖，柳氏那边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柳氏，他雇凶伤人，谋夺私财，这笔账本座正等着跟他算。老太君可是一直盯着青洛的，万一……老太君那边，我自会一力承担。从今往后，苏青洛的暗卫我来负责。陆家这潭水，该清一清。见过三爷，昨夜多谢救命之恩。苏姑娘不必多礼，你是老太君心尖上的人，本座不过是替陆家尽一份心力。昨夜青洛身不由己，若有冒犯大人清誉之处，万望恕罪。苏姑娘多虑了，在本座眼里，救你与救一株陆府的草木并无区别。拿着，山里凉，本座不想带个病秧子回府，平白让老太君忧心。谢三爷体恤。听说了吗？苏姑娘昨夜在碧云山庄后山走丢，竟是首府大人亲自带人入深山找回来的。三爷那种冷面佛，平日里连多说一句话都嫌费劲，怎会为了一个没名分的孤女如此大费周章？我看这府里的风向要变了。三爷已经进内院了，此处离老太君屋子不远，送至此处便好。剩下的路，青洛想自己走。你现在的气力，走不到回廊转角就会栽倒。怎么，在这陆府门前，本座连护送人去休息的权利都没了？青洛并非此意，只是怕闲言碎语惊扰了三爷的清誉。本座的清誉不是这几个碎嘴的奴才就能说没的。宋文，去把我名下那处向阳的客房腾出来，那里清静，离前院也近。小的明白，这便去把熏香和被褥都换成最新的。三爷，苏姑娘本就体弱，这次受惊太甚，导致心火内燥，加上被雨淋了一夜，旧疾未愈。老臣已施针稳住了心脉，但这3日务必卧床静养。太医，那老太君呢？她可曾受惊？她那咳疾……苏青洛，这天下事自有本座顶着。老太君那边，宋太医早已去看过，他老人家吉人自有天相，已经转醒了。你现在该操心的是你自己这条命。我只是怕……宋文，东西拿上来。这味道，听闻苏家姑娘在金陵娇养时，最受不得京城这粗糙的口味。金陵鱼片粥讲究的是鱼肉现片入沸汤。本座叫宋文寻了一清早，才在东市寻到2个南边来的老渔户，弄到这活鱼。京城水库，寻活鱼如登天。三爷何必费这番心？吃完便睡。本座今日入朝，若不出所料，二房那里该有动作了。宋文，带本座的令牌去守住院门，若无本座口谕，便是柳夫人亲临，也不准踏进这院子半步。三爷，吃你的粥。这陆府大门，本座既然守住了，就没人能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怕是不行。那双眼睛里的清贵与极致的压迫感，凭空想象怎么都画不出神韵。到底要拿什么谢他？小姐，这是要画……嘘，帮我卷起来放入画缸。小姐，我听见人说柳夫人禁足结束了，正去老太君那儿，要说您跟四少爷退亲的事。立刻随我去老太君那儿。老太君，您别生气，这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，都怪青罗跟眼儿有缘无分罢了。哎呦，青鸾来了，听闻你困在碧云山庄，没遇见什么不好的事儿吧？自然无事。柳夫人认为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儿？行了，柳夫人你先回去，我有话跟青洛说。是，老太君。
老太君，是青洛不孝，惹您生气了。你的确不孝。你既然早早撞见眼儿跟那柳嫣然厮混，为何不先来告诉我？怎么，我倒不如那个外人能替你做主？不是的，老太君，我只是担心您的身子，怕您受刺激。你这丫头不懂世道险恶，你如此一闹，亲事是退了。事情一旦传扬出去，你想找一门好亲事得多难。我去了地底，该如何向你父母交代？老太君，快别说伤心话了。何况恒三爷特意吩咐过，当日退亲的事，谁都不许透出去。青罗，我且问你，究竟是你求到陆恒之跟前，还是他主动提出要为你做主？不许撒谎。自然是我求到恒三爷面前，他才会出手帮忙。他身为首辅，公务缠身，若非我相求，怎会关心这等小事？那便好。既然退了亲事，下月的瑞王妃赏花宴，让钱夫人带着你一同起去。这赏花宴是京中名流相看儿媳的大日子，你必须去露露脸。老太君，我才刚退亲，这时候去，怕是会惹人非议。什么退亲？你跟眼儿一起长大，定亲不过是长辈们随口说着玩。现如今你们都大了，这玩笑以后谁也不许再开。老太君几句话，就把我退亲的恶名给抹平了。他是在拼尽全力，为我的后半生铺路。多谢老太君疼我。过了赏花宴，你每日上午来我房中，我教你理一理你嫁妆铺子的事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苏家这摊事儿，你早晚得立起来。青罗绝不让老太君失望。去把库房里那2匹新进的蜀锦拿出来，赶紧裁了新衣裳，让青罗明思风风光光的去赴宴。偏心，分明是个被退了亲的贱货，老太君偏要给他抬身份，不仅让他跟去赏花宴，还要让他在你前头挑蜀锦。你也是个蠢的，为何挑那匹玉色？那颜色寡淡，怎么在赏花宴上出挑？母亲稍安勿躁，老太君不知玉阳公主最喜茜红色，极其跋扈。先前有个不知死活的世家贵女跟公主撞了衫，公主直接命人将她灌醉，当众出了大丑，名声尽毁。竟有此事！母亲放心，赏花宴上，只要苏青洛穿上那件茜红色，得罪了玉阳公主，我自会叫她声名扫地，替老太君和哥哥出气。老太君这是怎么了？风大了，小心着凉。月娥，你看那陆恒之待青洛，可有不一般之处？老太君，恒三爷出了名的冷血残酷，不近女色，大抵只是一时看不下去。老太君何必如此杞人忧天？你不懂，当年他看青洛的那个眼神太可怕了，这事儿我始终放心不下。月娥，去库房取一支上好的10年山参，跟这封信一起寄去金陵齐家。老祖宗，这是齐家那小子今年中了秀才，前程大好。青洛刚退了亲，齐家知根知底，也算是个好归宿。哎呦，青洛这身蜀锦可真是好看，倒像水面反着光似的。多谢钱夫人夸赞，你这商户女就尽情招摇吧。等会儿到了赏花宴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快过来，我瞧瞧。小姑娘就该这么穿，你平日里穿的也太素净了些。祖母，孙女今日这身如何？明思也不错。见过三爷。三爷，你这是刚下朝？是茜色，玉阳公主最厌恶旁人穿这个颜色，她这是被人当枪使了。苏青洛今天这么漂亮，这身茜色蜀锦必是本次赏花宴上最光彩夺目的那个。路上小心。宋文，三爷有何吩咐？去门房打听清楚，钱夫人今日究竟要去哪儿。林三爷，钱夫人带着2位姑娘去了瑞王府的赏花宴。瑞王府，备马，去瑞王府。
瞧那姑娘竟然敢穿剑色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一会儿玉阳公主来了，有她受的。大家为什么都盯着我看？难道这身衣服有什么不妥？陆姑娘，好久不见。孟姑娘安好，没想到能在此遇见您。这位是信国公府的大小姐孟清代，我们这是永顺伯府的苏清洛。苏姑娘好漂亮。苏姑娘这香囊的花样真少见，我很喜欢。不知可否劳烦姑娘去我歇息的厢房，帮我画个花样子？孟姑娘，花样子不如晚些再画，这宴会眼看就要开始了。钱婆母放心，人还没到齐，我很快便将青洛还回来。你快去快去，能给孟小姐画图是你的福气。孟小姐，我今日穿戴可是有极大不妥。你很聪明，玉阳公主一向最爱茜色，且极其厌恶旁人与她撞色，这是京中皆知的规矩。好个陆明寺，竟然在衣服颜色上挖坑，这是要置我于死地！姑娘，这可怎么办？奴婢立刻回马车去取备用的衣裳。不必了，床上有套衣服，应该合苏姑娘的尺寸，你进去换上便可。孟小姐怎么会有我的尺寸？我自然没有，不过是受人之托罢了。是陆恒之，他刚刚在门外发现了不妥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找了衣服，还请动信国公府的孟小姐来救我。多谢孟小姐，原来三爷一直深藏心底的人就是他，也难怪他会那般着急的求我帮忙。这身衣服的确很衬姑娘，劳烦姑娘随便画个花样子吧。青洛，你怎么换了身衣服？这人怎么可能安然无恙的换了衣服？孟清代为什么要帮他？回钱夫人的话，孟小姐方才好心提醒我，玉阳公主最喜欢茜色，且最讨厌旁人与她撞色。什么？我第一次参加赏花宴，不知晓这些忌讳，幸好孟小姐借了我一身衣裳，否则今日陆家怕是要惹下大祸了。陆明思这蠢货，竟敢在这么大的场合耍这种小手段，险些连累整府。玉阳公主到，瑞王妃到，起吧，赐座。今年南方旱灾，玉阳公主提议将诸位千金的字画进行匿名拍卖，所得银两全数捐给灾民。外院的公子们也会参与竞价。本宫今日也忍不住要献丑了。六皇子到，瑞王爷到，首府大人到。陆大人，陆恒之向来不参加这种宴会的，今日怎会来？天哪，真的是他！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啊！快去看看，真的是首府大人来了吗？回公主，千真万确是陆大人。先前邀请了首府大人，还以为他没空，谁知竟真的来了。必须尽全力，绝不能丢了陆府的脸面。50两，80两，玉阳公主两都赋字帖100两成交。可是首府大人拍下的。回公主，不是。下一幅彩荷图起拍，99两。首府陆大人99两成交。他竟然拍了孟小姐的画，传闻孟小姐是内定太子妃，难道陆恒之不近女人都是为了她？下一幅牡丹富贵图。牡丹富贵，这名字何等庸俗！臣是俗不可耐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我倒觉得这名字甚好。世人皆求富贵，却不敢直言，岂不可笑？此画工笔双钩填彩，尽得江南大家真传。此画重墨渲染，浓艳却不失高雅，技艺不凡。陆大人书画双绝，他竟亲自开口称赞。是在向孟姥姥大人恕罪。我就喜欢这俗气的名字。98两，本王要了。是六皇子谢廷玉，他怎么会花这么大价钱拍一幅不知名的画？多谢孟小姐方才替我解围，还有衣裳的恩情，青洛没齿难忘。你不必谢我，我同他有缘无分，你若是能与他在一起，也算一桩美事。孟小姐这话是何意？他可不是我的人。六殿下，你疯了，快松手！恒之在隔壁厢房等你，快去。
做坏事的人又不是你，你脸红什么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怎么不算做坏事？那你说说，我们做了什么坏事？三爷莫要打趣我了，今日之事，多谢三爷帮忙。孟小姐的画是三爷替六殿下拍的。瑞王府我暂时无人可用，只能借谢廷玉的手。你怎么不问，六殿下花98两拍下你的画，是替谁拍的？他这是在明示，是他拍了我的画。我不过是觉得咱们陆家小姐的字画流落在外，终归是不大妥当罢了。不妨事儿的，以后当心些。是老太君的意思，要我来赏花宴散散心，顺便为亲事做一做打算。我以为你才退了亲事，怎么也要再等一等。三爷放心，我不急的，更不会辱没了陆家的名头。这个说辞不错。你对未来的夫婿可有什么要求？也没什么特别，最要紧是人好。什么叫人好？就是品行端良，乐于助人。比方说大人人就很好，当然我只是打个比方。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评价我。在我心里，三爷是这世上除老太君外最好的人，还请三爷不要妄自菲薄。我知道了，几次帮你，预备怎么谢我？不知大人喜欢什么？绣个香囊给我，花样子你看着办，我等着。我们名字里都有青字，不如以后以姐妹相称，如何？那是青洛的福气。苏青罗这商户女凭什么攀上信国公府的千金？风头全让她出尽了。嫂子，你去哪里了？我找了你好久。既然是喊着玩，我自是不介意，只是你别喊错了嫂子，回头让你真正的嫂子柳嫣然不高兴。你别生气，是我哥哥没定亲，我一时口误。走吧，别跟不懂规矩的一般见识。见过姨母，这是我今日新认识的妹妹，永顺伯府的苏青洛。她的画技清代十分佩服。好漂亮的姑娘，再长2年，只怕要将清代比下去了。清代快到了嫁人的年纪，架子越来越大，还要我请才来。姨母慎言，太子妃之事不可开这种玩笑。是守礼，还是看不上这太子妃之位？本宫倒不知道，你同陆首府还有往来。不好，玉阳公主因痴恋陆恒之，这是在借机发难，跟陆首府有所往来，实属荒谬。不知公主何出此言？本宫看陆首府拍下了孟小姐的画，还以为孟小姐同陆首府有来往，是本宫误会了。公主应当是误会了，义脉乃是匿名，三爷又是第一次参加赏花宴，怎会知道那彩荷图是孟姐姐画的？哦，陆家老太君一向喜欢荷花，三爷拍下此画，一来心系灾民，二来送给老太君做礼物，岂非一举两得？是吗？陆老太君当真喜欢荷花？来人，去叫陆明思过来陪本宫说话。是，千万不能露馅。眼见太泽池荷花要开了，听说陆老太君喜欢荷花，要不要本宫折几枝送去？明思替祖母多谢公主，祖母见到宫里来的荷花，一定十分开心。本宫不过开个玩笑罢了，你怎么就当了真？这玉阳公主心胸狭隘，手段毒辣，日后必须加倍小心。啊，总算结束了。多亏了你机灵。前面都给爷让开，知道爷是谁吗？敢挡你爷爷的路！这是哪家马车？算你识相，还不快滚！哟，好标致的小娘子！谁敢伤我？我姑母可是当朝贵妃！几杯黄糖下肚，便敢来冒犯我陆家人。宋文，给宁公子醒醒酒。遵命。陆大人饶命，我只是醉了，不知道这是您的马车，不是有心的。回去告诉你家大人，若是再管教不好宁公子，我便亲自替他教。是。恒之来晚，惊扰了老太君，还望老太君恕罪。这是哪里的话，劳烦你了。他又救了我一次。恭送老太君。没用的东西！
可惜了那个小娘子，怎么就是陆家的人？苏姑娘，这是宫里御医调配的烫伤药，我家大人特意交代了。姑娘家皮肤嫩，别让先前的伤留了疤。收下吧，替我谢谢你家大人。还有，他要的东西我会尽快给他。属下告退。小姐，彭三爷要什么东西啊？不许多嘴。不用猜了。小姐是要绣荷包吗？不如奴婢帮着打络子，这样快些。不必，这事儿我要亲自做。还不给我跪下！祖母，孙女冤枉，我是真不知道玉阳公主忌讳茜色衣服。冤枉！你任由青洛穿着茜色衣衫去赏花宴，玉阳公主几次照你说话，你会不知她的喜好？我只是一时疏忽，祖母您怜惜苏青洛父母双亡，什么都紧着她，但我是您的亲孙女啊！给我滚回去思过！再敢提青罗父母双亡这话，我要你好看！老太君息怒，既然琰儿跟青洛的亲事退了，琰儿也大了，不如先叫柳嫣然进门，给她个妾室的名头，也让琰儿收收心。只要我在，陆家便没有不娶妻先纳妾的道理。自己做的事，自己承担后果。等不及，大可以嫁人。是，自是等得及。老太君，外头不知为何有了苏姑娘的传言，说她是商户女，心比天高，看不上陆家少爷。哼，还能有谁传的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，青洛的亲事只怕要受影响了。老太君别气，随他们说去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外头又传出更难听的流言了，说小姐上个月在碧云山庄中与男人苟且，还落了裙子在男人手上。我扔掉的那条裙子真的被人捡去了。大人怎么在这儿？还请钱夫人在外间稍后，我有话跟苏姑娘单独说。好，你们慢聊。不是你要见我，在这儿见总比被人盯着好。外头关于碧云山庄的流言，若是那人真捡了我的裙子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流言我会处理，他不会上当。为什么？因为裙子在我这儿。在你那儿？你怎么不还给我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。裙子是物证，等京兆府查清此事，自会还你。多谢大人，香囊我会尽快绣好。告退倒是快，去吧。大伙儿都来看看啊！上个月在碧云山庄，她跟我私定终身，说要嫁给我，怎么回了府就没信儿了？就是，难不成我们大哥的一片痴心都错付了？这苏姑娘才刚跟陆家二少爷退亲，转头就找了个混混，这什么眼光？真是过分！我在陆家做过洗衣的活，这裙子上的刺绣就是陆府绣娘的手笔，错不了。青洛，若是在碧云山庄当真发生了什么，你现在一定得说出来，咱们也好帮你们想办法，否则只怕来不及了。青洛在碧云山庄被安置得很妥当，与外头那无赖绝无关系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把那人叫进来对质，总不能由着他在门口瞎嚷嚷吧？不行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踏入我陆府大门？那就任由他抹黑咱们家姑娘嘛。明思可也到了嫁人的年纪，难不成咱们陆府所有的姑娘都得为他苏青洛陪葬？柳夫人，事到如今，就算将那人请进来，外头的流言蜚语就能平息了吗？这总比让他在外头说出更不要脸的话好。他不过一个混混，他说了什么我苏青洛便要认吗？哪里有这样的道理？老太君，青洛想亲自出去跟他对峙，光明正大说开，否则这脏水就永远洗不掉了。请老太君差人立刻去京兆府报官。好，事到如今，只能如此。苏小姐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明明在碧云山庄对我说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怎么就不认了呢？这就是证据，那日我不慎弄脏了你的裙子，你亲手换下来留给我的，简直一派胡言！你可有证据？你口口声声说与我私通，怎么连我本人都不认识，反而将我的丫鬟紫渊
错认成了我呢？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虽养在京城，却习惯了金陵苏绣。我的裙子都是双面绣，这件裙子虽然做工精美，却是单面绣，根本不是我的衣服。你连正主和丫鬟都分不清，还敢说与我私通？说，是谁指使你来害我的？那日天色太黑，我才认错了脸，但我认的声音就是你这个声音。去你的吧！真当大家是傻子啊！认得我的声音？那我若告诉你我不是苏姑娘，我只是陆府的大丫鬟呢？不可能，你肯定是。还真是什么人都敢来陆府门口撒野。先进去。告诉你们大人，今日内审不完此人，他这个京兆府尹就不必当了。老太君饶命！是柳夫人的丫鬟映月给了奴婢20两银子，让奴婢仿造苏姑娘的尺寸绣了那条鹅黄裙子。老太君，这是污蔑！我怎么可能拿明思的亲事去开玩笑？我没有啊！映月，现在说实话，我还留你全尸，等什么呢？京兆府已查明，唐闯受映月指使，买通他人，试图玷污苏姑娘清白，以便取她霸占嫁妆，供认不讳。这事全是我一人所为，跟夫人全无关系。是我看不惯苏姑娘，退了二少爷的亲。堵住嘴，拖下去交给京兆府。走。我将整个家交给你管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？你这毒妇！青洛，求你看在当年从金陵回京，我替你挡过水寇一刀的份上，饶了柳夫人这次吧。陆佑，若苏姑娘在碧云山庄未能侥幸逃脱，今日可还有活路。柳夫人病重，明日起挪去城外庄子，永远不得回府。不，老太君。三爷，今日多谢三爷。下诏没有？有三爷在，我不怕。往后再有事，拿这个去我院子里找任何人，我会尽快赶到。受之有愧，一直都是三爷在帮我，我却没什么能回报的。以后自然有你帮我的时候。拿着。上次用了你的点心，这是还你的东西。三爷今日当众为我出头，会不会有人借此弹劾三爷？所以说，你是在担心我？放心，现如今还没人能弹劾得了我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肯定是自己先不干净，才招来那种混混攀咬，长着一副狐妹子模样，搞不好是主动勾引了人家。哎呀，程兄，你别说了，好歹给他留点面子。怕什么？我就说了，她一个破落商户女，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一个小小的商户女竟敢泼我！怎么这么多人，我偏偏泼你？肯定是你自己嘴里先不干不净，才招来这种祸事。你给我等着，我可是户部尚书的嫡女。掌柜，送客。以后这间铺子不做程家的生意。还有，陆大小姐以后来买东西，不许记账，一律收现银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管我？忘了告诉你，这铺子姓苏。滚！这位妹妹长得好标致啊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不认识，让开。妹妹发脾气的样子更美了，哥哥又不是坏人，就是想跟你多说几句话。大胆！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拦住他！老子是当今贵妃的亲侄儿，谁敢碰老子一下，我诛他9族！住手！看来上次的教训，宁公子是忘了。我可是贵妃的侄儿。青罗，先上马车。宋文，动手。今日我只是去看手底下的铺子，没想到会碰到宁海路。三爷，你会不会生我的气？气你做什么？正常出门，何错之有？我是气那群废物，也气自己，还不能光明正大派人护着你。三爷为何屡次帮我？你怎么会这么麻烦？这么麻烦，嫁给谁能护得住你？老太君替你挑了谁？金陵奇将。太君只是寄了信，都还未定。你嫁妆丰厚，容貌惹眼，齐家
护不住你。姑娘小心！苏妹妹，出大事了！姐姐怎么冒着这么大的雨来了？我刚从宫里出来，宁海路求了贵妃，要向圣上请旨赐婚娶你。什么？贵妃圣眷正浓，若圣旨一下，此事便再无转圜余地。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多谢孟姐姐冒死相告。紫渊，取纸笔来，拿着玉佩去找陆大人的暗卫，务必将信立刻交给他。姑娘，立刻去宁海路求娶，如今只有陆大人能救我。好个宁家，先来赔礼道歉，原来更恶毒的后招在这里等着我们。老太君，山路塌方，马车根本出不去，给陆大人的信送不到啊。陆恒之，你这一次终究是赶不上了。不能再等了，圣旨明日一早就会到，必须抢在宫里来人前把你的亲事定下。定亲？齐家那孩子学问好，家风正，只要我们抢先写信定下婚约，宫里的赐婚就能借口挡回去。老太君，青洛，没时间了，这是现下唯一能救你的法子。你难道真想落入宁海路那个畜生手里？你好好想想吧。我与三爷之间终究是痴心妄想，没有半点缘分，全凭老太君做主。来人，立刻拿纸笔给齐家送去青洛的生辰八字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这香囊明日便不能再送他了，就当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念想吧。三爷您怎么了？我都知道了。这是三爷要的香囊。青洛，你想嫁齐策？我别无选择。齐家或许护不住我，但总比……你只需要回答我，想还是不想？我自是不想。三爷可有法子回绝赐婚？没有。那……你可以嫁我。这话还有第二个意思。三爷是说嫁给你？去你屋里说。我们可以假成亲。假成亲？圣上赐婚我无法插手，但我可以去求圣上赐婚于我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齐家护不住你，我也正需要一个夫人来应付周遭的催婚。你我成亲后，我必定以礼相待。3、5年后，你若有了心意男子，我便同你和离，放你自由。原来只是假成亲，各取所需吗？那我若是一直都没有心仪的男子呢？那我们便可以一直过下去，只要你愿意。那若是成亲后，大人有了心仪的女子，我不会嫁我，算帮我一个忙，如何？好。我这便入宫。等等，老太君昨日已经给齐家写信，送去了驿站。交给我。还有，我以前跟陆衍定过亲，万一被人诟病，而且老太君那边怎么交代？你们定过亲吗？不是小时候说着玩的。哦，那老太君那边能不能先不要告诉他真相？我怕他担心。此事仅你我2人知晓，等我回来再详细谈。但是我该怎么跟老太君解释，你为什么突然要娶我？就是我心悦你。这……等我回来。姑娘，恒三爷怎么从你闺房里出来了？他说要娶我。啊！老太君，宫里来了位公公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被恒三爷的人暂且强行拦在了门外。可是三爷有法子挡掉你的亲事。老太君，恒三爷他说要娶我。你说什么？他为何突然要娶你？他说他心悦我。你若不愿，咱们立刻命人拦他，你还是可以嫁去齐家。我愿意的。青洛，你糊涂啊！你可知为何我一直告诫你不要跟他过多往来？老太君，这样冷血无情的活阎王，一旦有不顺他心意之事，他定不会善待你。青洛，听老太君的话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他杀伐果决，手段狠辣无情，但我信。
老太君，我信他不会害我。你如何能如此肯定？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疯子。老太君，有件事我瞒了你，在碧云山庄，那药我其实并未躲过。那你跟他？陆恒之并未碰我，为了让我保持清醒，他甚至拔下簪子刺伤了自己的手。他是个君子，嫁过去后，切记要顺着他的脾气。是。宁兄何必动怒？那苏青洛不过是个商户之女，你让贵妃娘娘求个次旨，把她娶回来，日日折磨，岂不比杀了她更痛快？妙啊！陆恒之不许我碰的女人，我偏要娶回来。已经派人去宫里求姑母了，皇上必定应允。公子，陛下的圣旨下了。哈哈哈！好，快给我备马，我要立刻去看陆恒之那张死人脸。不是，陛下是赐了婚，但是给陆首府和苏姑娘赐了婚啊！你放屁！给老子再说一遍！真的是赐婚给陆首府了！混账！陆恒之，老子跟你势不两立！恭喜苏姑娘，听说你要嫁去宁家了。你费尽心思与我退亲，我还以为你能攀上什么高枝。陆少爷，你说话怎可如此肮脏？怎么，还不让人说实话了？你就这么确定我会嫁去宁家？姑娘，大喜呀！圣上给您和恒三爷赐了婚，圣旨到了，快去前庭接旨吧。这不可能，陆恒之怎么会娶你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赐婚首府陆恒之与苏青洛，择日完婚，钦此。首府大人，你为何要求娶青洛？回老太君，我已经错过青洛一次，绝不想再错过第二次。什么意思？那年去金陵，第一次在船上见到青洛，我心里便有了她。但当时我一无所有，自知配不上。后来中了状元，正欲提亲，却听闻他与陆衍定了亲。他在金陵连看都没看过我一眼，这天衣无缝的谎撒的也太真了吧！如今陆衍与旁人有染退了亲，青洛又遭遇宁家恶霸逼迫，我不想再等，便直接入宫求旨定下他。这么说，你这些年不近女色，一直未娶，皆是为了青洛一人？是。三爷，快起来，你对婚期有何想法？我年纪不小了，自然是越快越好，最好在1月之内完婚。不行，1个月哪来得及准备？青洛的嫁衣都绣不完，最快也要半年。半年未免太久了。半年，青洛已经够委屈了，就半年，没得商量。那便依老太君，半年吧。好。他故意往短了说1个月，就是为了逼老太君定半年期限。这只黑心狐狸！我可高兴坏了，恭喜你，青洛。青洛脸皮薄，还请老钱夫人口下留情。这就开始护着你媳妇儿了。当初是谁说同她绝无儿女私情？当初的确无儿女私情，我们始终守礼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这会儿情意正浓。三爷请坐。我来。我会在陆府接亲，去8条胡同的宅子成亲。好。我们先在8条胡同小住几日，回门时再同你一起住回陆府。我已命人去买陆府西边的宅院，重新修葺打通，以后我们便住那儿。1年后就能一直离老太君很近了，一点都不久。不久吗？我怎么觉得有些久？聘礼我会命人送来，绝不会委屈你。其实我手里有不少好东西，可以拿去给你做聘礼的。礼单给外人看，我不介意。不是跟你说了，那是给你留着当嫁妆的，我怎么能用？既然是假成亲，你可有什么要问的？我们既然是假成亲，那婚后要怎么住？此事随你。那若是你有了心仪的女子，想纳妾的话，不会，此事无需在意。也是，她位极人臣，若是想纳妾，早纳了。你是怎么跟陛下请旨求婚的？万一陛下听贵妃的话，把你赐给玉阳公主怎么办？就那么说的，一见钟情，情根深筑，陛下还不至于为一个宁海路得罪我，
任谁听了那么一个动人的故事，都会想成全我。你编的确实挺像那么回事儿，但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回金陵的船上，你明明看都没看我，怎么会第一面就对我动心？我不是挑你的刺。若没旁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我还要尽快去准备聘礼。等等，万一你银钱紧张，可以去我手底下的铺子里支来用。人还没嫁过来，就这么替我着想了？手伸过来。既然要成婚了，不给你个信物怎么行？陆首府真是好看啊，每月都来查物价，从不拿大家家一点东西。可惜要娶妻了。完了，他怎么过来了？当着同僚的面，要是被人看见多不好。陆大人，本月首饰可都没涨价，让这位姑娘先行离开。没事吧？今日去金记订首饰了。你今日是不是故意撞我？怎么会？我只是不小心被门槛绊了一下。是吗？我倒是还没问你为什么要装作跟我不认识。怎么，我见不得人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当着大人的同僚有些不好意思，而且你在公干，我不好打扰。不好意思，你先前同陆衍在众人面前也这样。陆衍如何能与大人相比？许是我刚同大人定亲，还不大习惯，等我嫁过去应该就好了。我不用的，你知道我不缺钱。成亲的头面要带我送的，我无暇陪你去定样子也是不妥，账我得付。其实一家人不必分得那么清楚的。抬头，嫁给我之后才不必分得那么清楚，现在还不行。等首饰打好了告诉我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大人，花园的树木全种下了，厨房扩建图纸也已敲定。为了大人的终身大事，属下甘之如饴啊。怎么，以前给我办事都不情愿？属下失言。对了，大人，主宅那边的暗卫禀报，这2日有宫里的暗卫在陆府外围盯上了苏姑娘。宫里谁的暗卫？追踪后发现进了玉阳公主的府邸。玉阳公主，她敢动青洛，去谢廷玉那里再借调一队顶尖暗卫过来。玉阳公主和宁家的罪证全部提前整理好，随时备用。金记铺子的头面打好了，必须得亲自去试。好在陆恒之一直答应陪我，有他在，应该安全。来了，三爷，我们快走吧。抓紧我。子渊呢？他坐另外一辆。我们要坐同一辆马车过去吗？不行。还怕我？不怕的。这个香囊用来配你那件御赐的蟒袍比较好。那这件月白的长衫该配哪个？小的有罪，方才突然冲过来一匹马，一时没闪开。好好驾车。青洛，你我就快要成亲，不必如此拘礼。成婚后再给我绣一个配月白长衫的香囊。三爷放心，成婚后我会尽好妻子的责任，多绣几个香囊给三爷。哟，苏姑娘今日来得早，大人前几日才来问过价，怎么今日又来了？我来陪未过门的夫人看头面。这位就是大人未过门的妻子。哎呦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可还满意？满意满意。如今已入秋，不再适合戴桃花簪。这只你可喜欢？珍珠如雪，入了冬戴也正好。我未过门的妻子有些害羞，你来吧。姑娘瞧瞧，多漂亮！这几颗珍珠可是东海10年珍品，凑得这样圆润可不容易。陆大人眼光真好。好，就这个，多少银子？大人真是疼爱苏姑娘，我还以为传言说你们关系不好呢。上回见你们，还以为你们不认识。毕竟没嫁过来，她还不习惯同我一起出门。三爷慢走，
夫人慢走，等这百颗东海珍宝镶嵌好了，老身定亲自捧到府上。新娘子这声夫人叫的倒是顺口，夫人可爱听着习惯？三爷银票都给了，人家拿钱办事，自然要捡您爱听的。原来夫人知道我爱听什么。三爷，刚才在铺子里，您那句内子害羞，怕是明天全京城都要传遍了。既然都要成亲了，早一天传开，便能早一天断了那些不安分的心思。怎么，夫人觉得这名分给的早了？我只是觉得三爷为了帮我，连自己的清誉都搭进去了。若是将来三爷遇到了心仪的女子，又要如何解释今日的专宠？苏青露，你觉得本座费这么大周章，甚至不惜在御前求旨，只是为了跟一个不心仪的女子做戏？三爷的意思是，本座从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人身上。这帕子收好了。这是那次在书房您替我擦手的那块。以后你的手只能归我擦。188台聘礼，三爷可真是大手笔。这珊瑚盆景、西洋字铭中，哪一样不是价值连城？不知情的还以为三爷要娶的是哪国公主呢。三爷有心，那是咱们青洛值得。这些身外物不过是给青洛添些底气。陆家虽大，但从今往后，西府的账目、印信、人事，皆由青罗一人说了算。多谢三爷体恤。私下里该改口了。这池塘里的锦鲤，竟是金陵特有的品种。既然你要嫁过来，总不能让你受委屈。你想念的金陵水土，我都替你挪了过来。三爷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6年前，那个在船头替我包扎伤口的小姑娘，一直没从我心里走出去。开眼了，整整188台聘礼，抬箱子的汉子腿都打颤。这得是把首府府的家底都掏空了吧？谁说陆大人冷面冷心？瞧瞧这排场，那是给足了苏姑娘脸面。听说连御赐的红珊瑚都抬出来了，苏家这位姑娘当真是掉进蜂窝里了。青罗，我来接你。这一路红绸是我给你的许诺，从今往后陆府是你的，我也是你的。大人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起轿，送夫人回家。头冠压的颈子有些酸。三爷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在想，这一刻我等了6年。三爷，这酒喝了，那协议还叫三爷？夫君。夫人，那协议早就撕了。从前是我护着你，往后你可以尽情依赖我、利用我，或者管教我。三爷权倾朝野，青罗哪里敢管教？本座准你管。这辈子，本座只做苏青罗一人的阶下囚。以前在金陵苏府，阿爹也曾带我登高看星，可那时总觉得星辰遥不可及，就像我这浮萍一样的命。那是从前，往后只要夫人想要，这天上的星，本座也替你摘得。三爷如今贵为首辅，说起这哄人的话来，倒是比那写花本子的还要信口开河。不是哄你，苏青罗，你是我这一生唯一的变数。是桃花，这是那晚在凉亭三爷没说完的话吗？我说过，只要你敢赌，我定叫你如愿以偿。这烟花是不给夫人的聘礼，也是我给你的余生，岁岁年年皆有花开。三爷，我赌赢了，这一世我再也不要当谁的摇钱树，我只想做陆恒之的妻。大清早的，首府大人不用去阁里处理公务，反倒躲在房里画起画来了。今日休沐，天大的事也比不上陪夫人早起梳妆。这是那年宰相初见，三爷画的这样细致，难道那时就存了心思？那时只觉得这姑娘哭得本座心烦意乱，想着若本座不护着，她怕是要被这京城的雨给淋透了。所以陆大人便设了这么大的局，
把青洛一辈子都套进来了。局是真，情更是真。夫人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出局了。三爷，这苏记商号的绸缎利钱怎么少了30%？许是南边涨了水路银，不急，等会儿本座让大理寺的人去查查。动用大理寺查商号，三爷可真是大材小用。顾夫人的家产就是大仓。哎呀，宋文，你那红封怎么又包错了？老太君正等着给小主子分红呢。来了啊！我这不是正忙着给大人和夫人传膳吗？今天是夫人最爱的鸡汁包子。三爷，以后苏家的账您可得帮我盯着一辈子了。只要是夫人的账，